你有闪到腰的经验吗？根据统计啊，大约有70% 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闪到腰的经验，而且闪到腰的场合不是只有在运动或者是搬东西哦，而是连打喷嚏都有机会闪到腰。我有一个在科技业上班的朋友，就因为打了个喷嚏闪到腰，痛到要请好几天的假，趴在床上休息。我如果是他主管，可能会觉得他也太夸张了吧，不就打了个喷嚏，该不会是在装病吧？但我明白这种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，而且病假那几天他一定过得很痛苦。虽然闪到腰的当下可能只有被电到的感觉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这种痛感会越来越强，最后甚至会痛到连坐马桶都心惊胆战的。如果你跟我那个朋友一样，平时要久坐，偶尔还得搬点东西，那你可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了。这部影片会让你知道什么样的人特别容易闪到腰，同时也会让你知道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成为那个不会闪到腰的30%。那为什么会闪到腰呢？想象一下，这个大积木是我们的骨盆，上面的积木就是我们的脊椎啦。如果骨盆晃一下，积木是不是就倒了？不过我们的脊椎周围有很多软组织，像这个积木旁边还得用胶带粘起来，胶带就是韧带，这样脊椎是不是就稳啦？当然，真实的脊椎构造比积木复杂很多，除了代表韧带的胶带，还有像是胶水的关节囊椎间盘、肌肉等等的，这些软组织会一起合作，让我们在弯腰、走路、爬楼梯的时候，脊椎都能排列稳定。反过来说，当脊椎排列不稳定的时候，就容易发生闪到腰的状况了。那为什么脊椎会排列不稳定呢？会影响脊椎排列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硬体还有软体两种。硬体就是韧带和椎间盘这些，一旦严重坏掉的话，常常都不可逆，只能动手术处理。另外可以动的肌肉就是软体了。为什么叫它软体呢？因为肌肉的能力是可以透过训练来更新、升级系统版本的。这也就带出了我今天想帮你升级的主角——多裂肌。多裂肌就长在脊椎旁边，像一条安全带一样系住脊椎，它又被称为脊椎的第2条韧带。如果韧带松了，可以透过训练多裂肌来弥补韧带的功能。乍看之下，这条安全带似乎很长，从脖子一路经过整条脊椎连到屁股上。但如果你放大一看，会发现原来多裂肌是很多条小小的肌肉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条肌肉裂成很多碎片一样，难怪会被叫做多裂肌。多裂肌都两一组，彼此斜向排列，从脊椎横突开始，斜的连到自己上方第2或者是第3颗脊椎的棘突。这种连接法让多裂肌们既能精准的稳住相邻的脊椎，还能提供当脊椎弯曲旋转或者是侧弯的时候的拉力，让脊椎保持在应有的排列位置上，避免脊椎脱位。那从这边你可以知道，多裂肌最大的功能就是防止脊椎在活动中脱位。脊椎脱位就是脊椎离开了原本的位置，当脱位发生在腰椎上，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闪到腰了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当多裂肌的力量不够，腰椎排列在极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就连打个喷嚏都会闪到腰。那什么情况下多裂肌的力量会不够呢？你可能会说缺乏锻炼。但事实上，闪到腰的人也有很多有运动习惯，所以缺乏锻炼并不是主要的原因。而且多裂肌是非常难单独拉出来锻炼的肌肉，所以蛮多人不知道要怎么练的。其实训练多裂肌，你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就好，那就是不动。快来跟我一起做做看，先4足跪姿，同时把右手往前，左脚往后。你看你的腰椎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能不能不往下掉？也不往上凸，保持一动也不动。如果你能让整条脊椎在这个动作过程中完全不动，那恭喜你，你多裂肌的控制力相当不错。但如果身体会左右或者是上下晃动，那就表示你的大脑对多裂肌的控制还不够，这个软体需要升级了。除了控制力之外，我还想要你特别注意久坐。回到我们刚刚说的积木，我把积木用橡皮筋绑起来，你看脊椎是不是就能动啦？而且还能把脊椎拉回原位。坐着的时候，多裂肌通常会被拉长，肌肉像橡皮筋一样，被拉长的时间太久的话，就会弹性疲乏。当多裂肌弹性疲乏之后，原本能帮忙稳定脊椎的功能就全落在周围的韧带上了。要记得韧带这种硬体一松掉就是不可逆的，韧带如果也被拉松了，就很容易因为一个突然的压力，椎间盘就突出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一打喷嚏
就椎间盘突出的原因。不要以为说如果没打那个喷嚏就不会出事，你要知道这种类型的问题都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突然发现的。在发生之前早就累积了不少时间，那个喷嚏啊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。在那之前，骆驼早就已经气喘吁吁了。那接下来我要分享几个多裂肌的训练，提升你腰椎的稳定度，帮你避免闪到腰。呼吸脊椎稳定训练，一开始先将骨盆复位，身体往前，屁股往后推，坐骨要稳稳的坐在椅子上。接着将双手放在髂前上棘的位置，髂前上棘就是前侧骨盆摸起来硬硬的骨突位。沿着髂前上棘向内向下3指符，轻轻按着，这个位置可以很好的感受到前侧核心、腹横肌。我们一开始就是要先透过腹横肌的收缩来启动后侧的多裂肌，接着慢慢吐气，吐气的强度大概是全力吐气的1/4。同时用食指和中指轻轻触摸前侧的腹横肌，感受它在你的指尖下轻轻收缩。当腹横肌收缩时，力量会传递到后侧的胸腰筋膜，胸腰筋膜会进一步的启动多裂肌的稳定功能。保持核心收缩，让身体慢慢的往前45度，维持脊椎中立位，不要有驼背的动作。再回来，整个过程中都要专注于脊椎的稳定，不过度往前凸或者是往后凸，反复12次，一天做3组。鸟狗式4足跪姿，膝盖在髋关节正下方，手腕在肩膀正下方，骨盆前倾后倾，维持中立位。缩下巴，颈椎往头顶延伸。吸气，保持稳定；吐气，一边收紧核心，一边将脚往后延伸。一开始先练习脚尖轻点地面，停留3秒，弯曲回来，尽量让膝盖靠近肚脐。如果还没碰到肚脐，骨盆就开始后倾，就停留在那个位置。整个过程中一定要专注在脊椎稳定，尽量让脊椎、骨盆一动也不动，重复12次。当动作熟练后，进一步挑战加入对侧手抬高，手脚同时向远方延伸。收回时，让手肘和膝盖靠近肚脐。当手脚延伸时，要注意腰椎是否有晃动哦。如果感觉脊椎开始失去稳定，延伸距离就可以停止。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让手脚在移动的当下不影响脊椎稳定性，专注在腰椎保持一直线的姿势，刺激多裂肌好好工作，让脊椎更加稳定，减少扭到腰的风险。4足跪姿髋伸，4足跪姿，膝盖在髋关节正下方，手腕在肩膀正下方，骨盆前倾后倾，找到中立位。缩下巴，颈椎往头顶延伸，吸气稳定身体，吐气时轻轻收紧核心，保持脊椎稳定，同时将脚向天花板抬起，膝盖维持弯曲90到100度，脚掌朝向天花板。抬起的高度避免过高，也要避免骨盆倾斜，确保骨盆与地面平行。在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停留3秒。这时候你要感觉臀大肌出力，同时脊椎保持稳定不下掉。接着吸气时，将脚慢慢的放到膝盖下方。动作过程中，脊椎保持平稳不动。12次换边，注意全程保持呼吸，避免闭气，专注在脊椎和骨盆的稳定。这个动作能有效强化臀大肌还有核心肌群中的多裂肌，是我很喜欢做的脊椎保养运动。弹力带抗旋转训练，初阶，一开始高跪姿，弹力带一边固定，一边握在胸前。向弹力带固定的对侧移动，直到感受到弹力带开始变紧了。保持双脚与肩同宽，
手握弹力带，保持轻微的阻力。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肚子出力，稳定身体，同时将手臂向前伸直，保持这个姿势3秒。再慢慢回到起始的位置，重复这个动作12次，每天做3组。中阶，接着前后脚弓箭步，弹力带一边固定，另一边握在胸前，直到感受到弹力带变紧了。手握弹力带，保持轻微的阻力。深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肚子出力，将手臂向前伸直，保持这个姿势3秒。再慢慢回到起始的位置，往前3秒。回来，一组8下，8下做完之后换脚，一天做3组。棒式，一开始4组跪姿，手肘放在肩膀正下方，双手轻轻的握拳或平放在地面都可以，膝盖放在髋关节后面一点，脚趾点地。双脚与髋同宽，准备将身体撑起。吸气，稳定身体；吐气，启动核心，收紧腹部，膝盖离地，让身体呈一直线。缩一点下巴，颈椎往头顶延伸，脚跟往下踩稳，保持脊椎一直线。注意骨盆中立位，避免腰椎过拱或者是过凸。肩胛骨稳定，轻轻推地板，避免耸肩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可以停留30秒到60秒。熟悉之后，可以加入髋伸，双脚轮流离地，加入动态变化来增加挑战。这个动作能有效的锻炼腹横肌还有多裂肌的稳定哦，是一个很棒的核心训练动作。从这部影片中，你知道了，我们身体里有一群负责稳定的肌肉，而多裂肌既是深层又是稳定肌。深层稳定肌就像房子的地基，地基要稳了，大楼才能盖得高。如果身体缺乏深层稳定肌的力量，即使有运动习惯，稳定度无法跟上你的动作强度，身体就会失去控制，运动伤害就容易找上门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都做这些训练，也没有要提高自己的运动表现，只想要避免受伤的话，也有很简单的解决方法，就是多动就好。每30分钟起来动一动，最好可以加上一点稳定训练，像是站着对侧手脚延伸，或者是单手提着重物走一小段路。只要在生活中加入一点保持脊椎稳定不动的抗旋转练习，就能避免多裂肌失能的状况发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所有的训练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：平衡。前后侧、左右侧、稳定肌，还有动作肌。快肌还有慢肌，身体有一大堆互相作用的肌肉还有力量，只要我们的身体在各种状态下都能达到平衡，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预防受伤。即使一不小心还是受伤了，我们后续做的复健还有运动治疗，也都只是想要让你的身体重新学会怎么回到平衡而已。所以锻炼不仅仅是增强力量，而是要让身体练习在各种状况下都能完美的达到稳定平衡的状态。那以下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我分享给你那些常常闪到腰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